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聊第八季山河究竟要优先抽哪一个卡包比较好。续第二季和第五季后，这次的第八季又是一个必抽的山河赛季，因为里面有着和龙魂值相关的重要技能。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卡包，怂鹤昂霄里面的风物质。第一个风物质，龙凤式女徒，增加的是 5.5% 的异常命中和异常抗性。另外也增加了 7.5% 的龙魂技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第二个风物质，夜雨守军灯，增加的是对敌方前排和受敌方前排的伤害增加和减免各 11%，并且也和第一个风物质一样，也拥有增加 7.5% 的龙魂技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第三个风物质，锦月玉瑶纱，和上一个风物质很像，只是它增加的是对敌方后排和受敌方后排的伤害增加和减免各 11%，然后也同样有 7.5% 的龙魂技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大量的龙魂技伤害增加和减免，可说是这一赛季的两个卡包都拥有的特色了。接下来就是怂鹤昂霄卡包里比较重要的两个风物质，第一个是银玉瑶花，增加的是全阵营抗灭各 5.5%。当中比较重要的技能是，它可以使我方突击型魂将在战斗开始前获得1点龙魂值，和使敌方全体魂将在首回合结束后失去1点龙魂值。在接下来的版本都会以魂将也就是 SP 武将为主，龙魂值会影响 SP 武将释放龙魂技的速度，所以对战斗影响非常大。远的不说，就先说比较靠近的 SP 张辽所能带来的影响。吕布羁绊的 SP 张辽拥有开场吸龙魂值的能力，若是命中的魂将无龙魂值可吸取，就会使其在释放怒弓前都无法获得龙魂值，这会导致 SP 武将在获取龙魂值的时间变得更慢。银玉瑶花的3星技能在前期比5星更重要，因为它能使突击型武将拥有开场龙魂值，这样就不会被张辽封印龙魂值。不过嘛，突击型武将都是可以开场就释放怒弓的类型，所以实际上也不是太害怕张辽的封龙魂。除非你的怒气风物质不及对方，被减怒了，然后被迫要普攻后才能释放怒弓，那就会使到你的第一次普攻失去回龙魂值的机会。另外，如果你的赵云魂图技能有5星，开场就有2点龙魂值，再加上风物质这里的1点，就会有6点龙魂值，可以连续释放龙魂技。应该是这样吧，我并没有测试过。5星技能会使敌方全体魂将首回合结束后失去1点龙魂值，这个能力虽然也很强，但对比首回合增加或减少龙魂值的技能，这个技能的优先程度就没有那么高。这就像加怒气的玲珑塔比减怒气的洛神赋更重要一样，先顾好自己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3星技能虽然对 SP 赵云的加成很大，但考虑到 SP 赵云的使用寿命，下个版本已经是最后的了，所以也并不建议平民玩家在这一赛季就把银玉瑶花拉到3星，除非你对赵云真的很有爱。卡包里第二个和龙魂值有关的风物质是诸公贝阙，它和银玉瑶花一样，拥有全阵营抗灭 5.5% 的加成，并且可以使敌方的防御型魂将在战斗开始前失去1点龙魂值，和使我方全体魂将在战斗开始前获得1点龙魂值。目前并没有开场就有龙魂值的防御型武将，所以这个技能在前期的作用并不大，属于后期才有用的技能。5星技能能使我方全体魂将在开场获得1点龙魂值，这才是诸公贝阙最有价值的技能。光是这个技能就足以让它成为本期山河最优先要抽满5星的风物质，同时也几乎可以确定，这包就是本赛季要优先抽取的风物质卡包。接着就让我们来看下一个卡包，风举云瑶。第一个风物质，人物御龙图，增加的是攻击吸血和反弹伤害提升 3.5%， 这个技能的优先度就没有很高了。之后就是标准的龙魂技，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 7.5%。第二个风物质，乌阳招词，增加的是暴击、抗爆、伤害增加和减免各 4%。
并且可以使敌方突击型魂将在战斗开始前失去1点龙魂值，使我方全体魂将在首回合结束后获得1点龙魂值。3星技能，降低突击型魂将的开场龙魂值，可以作用在 SP 赵云身上，但因为赵云的魂图技能可以增加开场龙魂值，所以对赵云开场释放龙魂技并无实质影响。5星技能的回合结束，使我方全体魂将获得1点龙魂值，可以用来对抗银玉摇花的回合结束后减龙魂值。但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所以优先程度仅排第3，落在能首回合使全体魂将增加和减少龙魂值的风物质之后。第3个风物质停霜大梦，增加的也是暴击、抗爆、伤害增加和减免各 4%， 并且可以使我方防御型魂将在战斗开始前获得1点龙魂值，使敌方全体魂将在战斗开始前失去1点龙魂值。由于 SP 张飞的叠顿回龙魂值是在战斗开始后，在释放龙魂技前，所以能很巧妙地避开开场减龙魂值和被 SP 张辽封龙魂值。既然如此，这个3星技能也就没必要着急的升了。5星技能，使敌方全体魂将在战斗开始前失去1点龙魂值，这使它成为本期第2重要风物质的原因，这点自然不必再解释。第4个风物质鲛人类，增加的是普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怒攻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还有就是本期风物质的标配，龙魂技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第5个风物质龙伯公瑞宝，增加的是普攻和怒攻的最终伤害增加和龙魂技最终伤害增加和减免，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2个卡包对比下来，即使不考虑龙魂值相关的技能，第2个卡包增加的整体属性也是不如第1个卡包的，所以建议挥牌还是优先抽第1个卡包。最后来说说本期的3个战斗技能。第1个南海之南，可以在前2回合使敌方武将释放怒攻或龙魂技时，最终暴击率及无视防御降低 20%。 这个技能过于被动，而且可降低的数值太少，所以是完全没有用的。第2个嫣然若曦，会在战斗开始时使我方全体初始质量为蓝色或紫色的武将无视防御提升 20%， 并立即获得500点怒气。这个比第1个还更加没用，现在谁还会使用蓝紫将来当主力输出呢？第3个飞仙升天，名字很好听，但很可惜的，它的技能也是一样完全没用。飞仙升天会使我方任意武将被击退时，我方其余武将提升 25% 怒气，降低抗性及异常状态抗性，最多触发2次。这个还不如山河海阔好用，搞了半天，原来要升天的是我方的武将，而不是敌方武将。反正策划就是吃定玩家这2包都要抽到5星，所以战斗技能就随便设计了，不然就便宜你们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